第一站来到守信雾影城，它有自己的停车场哦，即便是假日啊，也不用担心没有车位，因为停车场还蛮大的。进去是要购买门票的哦，可以现场购买，也可以像我们一样线上用 Klook 买。用 Klook 买是219块，但是它额外还会给个日式点心哦。现场买就是200块，没有日式点心。我们还另外购买了一个套票，是门票加 DIY 手作 ，Klook 上面是389元，现场的话是400块，这样加起来总共我们是多了现场购买8块，但就差在日式点心。日式点心它给的是红豆奶油限量鲷鱼烧。Klook 购票的好处啊，就是线上购买完，你可以去填写评论，就可以集到50点，50点相当于现金20元，这样子换算下来还蛮划算的哦。购买门票啊，都可以免费停车180分钟，另外200元的门票还可以抵消费，分成50元4张的抵用券，是不找零的哦。但门票不可以折抵 DIY 活动跟予以租借。DIY 手作是在2楼的猫车站报名。那报名的话要注意当天的场次啊，还有没有名额哦。我们报名了11点 DIY， 这边的餐饮全部都可以用门票折抵。1、2楼卖的餐点大同小异，但1楼那边会更丰富一些。上午来的话，人潮会比较少，在这边吃点轻食或点心啊，都还蛮舒服的。我们点了红心芭乐冰茶，味道还不错，还会喝到谷粒。差不多11点了，我们要准备去做手作咯。我们手作做的是2个黑女烧，它是水蒸蛋糕哦。其他直接发现成的黑女烧给你，只是你要帮它做装饰而已，很简单。
们决定来1楼的餐厅这边用餐。西西里咖啡普通，烧肉定时，看起来蛮丰盛的哦，有毛豆、黄金泡菜、味噌汤。它的烧肉啊，它的酱是有点甜甜的，但不会很死咸，很好吃。还附上巧克力千层毛巾卷做甜点，很松软，这个很推耶，苦甜苦甜的。Round 2，名人堂花园大饭店这边，即便不用住宿，也是可以参观它的博物馆哦。它的停车场啊，也是超多位置，而且车位也蛮好停的，很高级。假日的话呢，1个小时有60块，停车费是略高了点。这边的博物馆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7点。博物馆非常大，建议可以从7楼一层一层沿着弧形步道往下逛哦。博物馆它的饭店是相连的，所以它的饭店啊也是开放的区域，也可以去逛逛、看看、买买。杨梅故事园区，
你们是周六来的，旁边的网球场已经停满了，对面的杨梅区公所是一定有停车位的哦。杨梅故事园区是免费参观的哦，园区内有3栋主要的建筑，这栋是常有免费艺术展览的西教阁，它的前身是教职员的宿舍，门口有一口超深的井。我们去的时候还刚好遇上了市集，市集一半在户外，一半在室内，还蛮丰富，蛮好逛的。这个展览是为期3个月的展览，是一个关于爱相遇的展览。这个展览展现了从前人丰富的感情，是透过书信的方式表达，不像我们现在有了3C 之后，这些浪漫的举动都很少有了。坐在课桌椅上模拟着情书，打字机大家会用吗？红棉床是客家的传统婚俗。除了展览之外旁边每一小间都有不同的展出，每一间都有冷气可以吹，又有些桌椅可以休息，还有 DIY 教室，还有小商店贩卖一些可爱的东西，一些冰棒，一些简单的食物。来去对面看看第2栋建筑吧，这是张芳杰校长宿舍。民国37年张芳杰校长以自立建校的方式创办了杨梅中学，也是光复后桃园第1所完全中学哦。里面可以看到张芳杰校长的起居室，他以前一些生活习惯的残影，包括校长办公的地方。张校长夫妇的主卧室，可以在这边拍一张照片，很好看。很特别的是张校长还留了一间给通勤不方便、住在比较远的学生可以有个住宿的空间。这边是校长会出题给这些学生练习考试的地方，还有一些玩具，他们以前都用这个字卡的练习，也会一起唱歌。厨房也保留了那个年代的样子，让我们看了马上想起外婆家。出来旁边有栋白色的建筑，又被称为小白宫，这是民国56年建造的，因为外墙是全白，是有这样子的称号。这是张芳杰校长退休后跟家人居住的地方，现在则转型成为咖啡厅。咖啡厅有2层，座位还蛮多的，还遇到了琉璃的展览。底下一定要点一杯饮料哦，它的饮料都很好喝。花花饼干超漂亮，我们还兑换了限定的 NFT。Round 4。附近都是杨梅市场了，听说市场这边有一家很有名的生鱼片，来去寻觅一下。它11点开门，11点就已经全满了哦。东西都蛮便宜的耶。味噌汤是免费喝的，要喝多少就可以装多少哦。虽然这个汤是免费的，但它的料超丰富，有虾子跟鲑鱼肉，汤头也很鲜，只是鱼肉吃起来蛮老的。店内有猫猫，好可惜那天没看到。鲑鱼亲子冻有附黄金泡菜、中华沙拉、玉子烧，鲑鱼很肥嫩，鲑鱼软咸度适中，很爽口。它是偏温的那一种，可以看它的鲑鱼给很多片。所以这个价钱是还蛮划算的。80块的天使红虾只有1尾，配上一点点莲子酱还蛮好吃的。虾头还保留一点膏和肉，有经过炙烧，有个焦香味，比冻饭好吃。Round 5。国园艺糕饼博物馆桃园杨梅馆，它停车还蛮方便的，停车位够大，即便假日就只等了大概5分钟就有位置了。这边有3大栋可以参观，门票只要50元，全额可以抵消费。接下来逛逛这个看起来最新的一栋，这是绿标生活馆2011年揭幕的，为台湾食品业第1座黄金级绿建筑工厂。这里面还蛮大的，
而且它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游戏啊 ，DIY 手作。最重要的是它的伴手礼区也蛮好逛的，如果认真逛起来，大家可以逛个2小时吧。如果还参加 DIY 手作跟它的导览的话，这里待个半天以上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不仅如此啊，伴手礼区旁边有很多休息区，那边可以吃它的下午茶 set 跟喝咖啡。第二栋啊，就好的糕饼文化馆，把点提上来，这边就显得比较老旧了。糕饼文化馆中有各式节庆、不同种类的饼模，还有古代招亲场景与变装道具，让游客体验传统婚礼的繁琐与重视。测测看你是什么命。旁边观光工厂导览，碍于时间我们就没去参观了。以上呢就是我们去桃园的室内景点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考看看咯。毕竟台湾的夏天真是太热了。